11月22日，第9届国际无人飞行器创新大奖赛正式开幕，包含旋翼类飞行器实物飞行赛、无限制创意赛、飞行器应用技能赛和智能垂直起落航空器创意设计赛。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和团队，其中南航苏霍2设计局几位资深设计师研制的升力体飞行器被寄予厚望。只见该机在跑道上稳健滑跑，徐徐加速，有惊无险的顺利起飞，很快就达到巡航高度，记录平飞。岂料它坡度越来越大，竟失速垂直俯冲，当众坠毁，引起媒体哗然。查看该设计局的原型机测试视频，只见这架飞机为小展弦比后掠翼的中央升力体构型，采用尾推双发，性能不容小觑。但刚离地就猛烈抬头，然后做了一个后空翻炸机。虽然被喜闻乐见，但该设计局经潜心优化，增大了飞机的纵向静稳定域度。再次试飞发现，该机正常爬高中又突然无故俯冲撞地解体，再次喜闻乐见。虽多次迭代升级，但这架飞机即使在飞控加持下也是飘忽不定，抽风式的俯仰和失速令人无所适从，只能用尽量小的舵量勉强维持平飞，一旦操纵过度就会立即翻脸坠毁当场。那为啥理论上稳定性和操纵性都正常的飞机，实际飞行却反复无常呢？目测这架飞机外露翼的后掠角约45度，前体机身投影近似椭圆形。这个造型的好处是扁平的前体可在一定迎角下制造涡流，使上表面受到额外吸力，同时机翼也会出现脱体涡而获得更多升力，但这些涡升力随迎角增减而突兀改变，因此对应非线性升力迎角范围。反之，气流不发生分离时，升力和阻力系数随迎角同步增减，所以对应着线性升力迎角范围。之所以区分这两个迎角范围，是因为气流运动所受到的粘性影响。用雷诺数来表征，飞机尺寸越小，速度越慢，则雷诺数越低。而该机的低雷诺数，造成气流运动受粘性约束主导，在机体表面形成层流边界层，但层流无力抵抗机翼小展弦比制造的较强翼尖涡，导致翼尖前缘较大范围的边界层被扰动分离，产生脱体涡。因此，低雷诺数使该机的线性升力迎角范围减小，小幅俯仰就会进入非线性迎角范围，造成升力系数、升至阻力系数和俯仰力矩系数都随着迎角变化而剧烈波动。同时，低雷诺数还导致前体的层流分离后产生强度较大的体涡，于是，在非线性升力迎角范围内，机身的升力阻力系数和俯仰力矩系数也随迎角变化而剧烈波动，这让飞控无力应对，只能在线性迎角范围内维持飞行。但是放大成真飞机则有所不同，由于雷诺数增大了几个数量级，边界层里的层流变成了稳流，更能抵抗翼尖涡的扰动，因此翼尖前缘边界层分离区缩小，使机翼前缘的气流推力损失减小，分离推迟。因此，真飞机形成脱体涡的起始迎角会显著增大，而且真机的高雷诺数还导致稳流边界层分离形成的体涡强度较小，使得非线性迎角范围内升力阻力和俯仰力矩变化趋于平缓。所以真飞机在包线内飞行，可安全地利用大迎角来获得高性能。但如果用 KT 板做一架同形状的航模，会发现又变得好飞。原来它主要靠气流的撞击升力飞行，而涡升力占比较小，这造成升力和阻力系数随迎角变化趋近线性。同时 KT 板飞机的压心和焦点都很靠近行心，因此纵向静稳定域度更大，所以泡沫板纸飞机反而飞得很稳。综上所述，苏霍2设计局本次失利主要归咎于低雷诺数导致的线性迎角范围狭窄，以及前体涡和脱体涡耦合作用放大了俯仰力矩系数的振幅。但塞翁失马，将来几位设计师做风洞试验时，一定会被这架小飞机提醒，从而更加关注雷诺数对真飞机气动特性影响的修正问题。